这就是非营利组织被渗透成熟后的样子。外国资金建立网络，纳税人不知情地维持其运作，而公民社会则为此付出代价。造成我们国家分裂的最大因素是我们的外国对手——中国共产党、俄罗斯人、伊朗人、朝鲜人，他们正在利用我们的自由。本委员会一直不懈努力，以揭露辛格姆的中国共产党网络。他举办活动和课程，宣扬共产党宣传，煽动暴力抗议和骚乱。这不是政治，这是关于国家安全。谢谢你，先生。今天的听证会继续我们对免税组织背后资金流向的调查。这些组织未能按照其声明的免税宗旨运作，在美国各地制造混乱，煽动反犹主义，并干预选举。我们已经举行了听证会，揭露了许多主要参与者。他们以令人担忧和有问题的方式利用其免税地位。我们委员会已经通过了立法，得到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大力支持，以追究不良行为者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已经将11个免税组织转交给了拜登和川普政府的国税局，要求对这些组织进行调查，并可能撤销其免税地位。我们的调查结果应该让每一个美国人感到不安。某些由外国捐助者资助的免税组织正在利用其丰厚的美国税收优惠，在我们的社区煽动暴力和动乱，并破坏我们的政治进程的稳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其捐助者所代表的外国利益，其中有几个，包括全球正义联盟。我曾呼吁国税局撤销其免税地位，他们被怀疑与恐怖组织有联系，并利用这些密切联系输送资源以支持恐怖主义。像萨密敦这样的组织，萨密敦，一个与 PFLP 有关联的虚假慈善机构，并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恐怖组织。这些都是事实，这就是现实。其他免税组织正在掩盖，他们通过允许独立实体利用其免税地位，在美国各地组织骚乱，其中包含恐吓和暴力，以此掩盖外国资金的流动。许多此类团体，例如美国巴勒斯坦穆斯林，都曾助长了针对犹太学生的骚扰和暴力。这些行为困扰着顶尖大学。其他几个免税团体故意的，他们故意引导数百万美元的外国资金来影响我们的选举。一位外国国民，一名瑞士亿万富翁，向一个5013基金会及相关的5014组织捐赠了超过2亿美元，以帮助民主党赢得白宫并控制国会。许多这些免税团体也与敌对外国政府，例如中国共产党，有记录在案的联系。人民论坛，一个我曾在9月要求其提供文件的美国免税团体，他举办活动和课程，宣扬共产党宣传，煽动暴力抗议和骚乱，包括扰乱大学校园的占领行动，并公开地支持哈马斯在10月7日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难怪人民论坛会附和共产党宣传。他们最大的捐助者之一是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富有前美国科技高管，他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非常密切。内维尔·罗伊·辛格姆以及他的妻子 Code Pink 的一位联合创始人，
通过空壳公司和捐助者建议基金，向人民论坛捐赠了超过2000万美元，以隐藏资金的原始来源。本委员会一直不懈努力，以揭露辛格姆的中国共产党网络。就在昨晚，我向三大洲组织和突破新闻组织发出了信函。这两个组织是这个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在美国运作的非营利组织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外国行为者利用一个由免税团体组成的暗网，在美国煽动破坏和非法活动。而所有这些破坏、混乱和仇恨都由美国纳税人资助。今天听证会的任何内容都不应带有党派色彩。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应该共同努力，阻止外国行为者通过非营利组织干预我们的政治和公共讨论。那些希望美国衰弱的人，他们希望美国四分五裂。他们最乐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党派之争。这不是政治，这是关于国家安全。外国国民操纵和滥用免税地位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免税地位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对于那些以造福社区为使命的免税团体，我们对你们所做的出色工作感到鼓舞。对于那些躲藏在黑暗中煽动国内动乱的免税团体，请知道本委员会正在追查你们。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利用我们工具箱中的每一个工具，根除潜伏在美国免税领域的外国影响力。我是亚当·索恩，网络传染研究中心的联合创始人。今天我将向各位解释外国敌人是如何破坏美国人之间的信任的。通过使用数据科学来识别和减轻这些信息威胁，我将向各位展示2个案例研究。第一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第二个，内维尔·罗伊·辛格姆。各位将看到外国影响力是如何渗透到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中，利用免税地位不是为了加强我们的社区，而是将其武器化，反过来对抗美国本身。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自称是一个捍卫美国穆斯林公民权利的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承认，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这些在美政治中拥有明确利益的国家获得了数百万美元，但却没有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进行注册。自2022年以来，美国纳税人已基本取代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之前的捐助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最大的分会获得了近3000万美元的公共拨款，其中包括72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支持美国海外任务的阿富汗难民。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利福尼亚分会承诺为1800名阿富汗难民提供服务，但实际只服务了177名，不到10%。然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利福尼亚分会仍然花掉了大部分资金，超过370万美元的资金回流到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至于原因，他们没有说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利福尼亚分会的负责人胡萨姆·艾卢什就在上个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签署声明，否认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管理了阿富汗拨款或控制了资金的分配，但这份声明似乎是虚假的。拨款文件明确指出，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利福尼亚分会是管理者，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利福尼亚分会控制了这些资金，这似乎是对国会做出了重大虚假陈述。那么为什么要撒谎呢？因为透明度会显示纳税人的钱被输送给了像穆斯林兄弟会附属机构、美国穆斯林协会这样的团体。这个组织的活动中，哈马斯领导人不是出现在通缉海报上，而是出现在酒店大堂出售的 T 恤和徽章上。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还利用可免税的捐款来庇护那些因街头和校园抗议活动中的破坏、骚扰和暴力行为而被停学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获得了每人1000美元的补助金和无息贷款。所以学生们非但没有承担后果，反而得到了报酬。这就是非营利组织被渗透成熟后的样子。外国资金建立网络，纳税人不知情地维持其运作，而公民社会则为此付出代价。
内维尔罗伊·辛格姆则代表着另一种威胁。辛格姆出生在康涅狄格州，在美国成为一名准亿万富翁。后来他搬到了中国，现在作为一名与中国共产党结盟的影响力代理人，协调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从内部破坏美国社会的稳定。辛格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培训，在上海与中国官方媒体共享办公室，并利用美国税法，主要通过高盛公司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通过捐赠者建议基金转移。这些实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协调运作的价值1亿美元的系统，即辛格姆网络、档案联盟和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动员抗议者、人民论坛、培训和协调活动家、突破新闻、负责信息传递和媒体宣传。这笔钱的影响正在持续。联合车站的联邦财产遭到破坏，美国国旗被焚烧，警察遭到袭击，肯尼迪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被堵塞，布鲁克林大桥和曼哈顿大桥被关闭，救护车和通勤者受到干扰，华尔街被封锁，梅西百货先驱广场的假日商业活动被迫停止，移民和执法设施成为目标。这不是草根抗议，这是一个可重复的系统，可以按需瘫痪美国的基础设施，通过美国税法获得资金，并与一个敌对的外国势力结盟。这是一个我们不能承受其继续存在的活跃漏洞，我们面临着重大的国家安全漏洞。这些案例并非异常，它们是相同结构性失败的表现。这不是受保护的言论，这是由5013条款地位保护由捐赠者建议基金掩盖并嵌入国家资助机构的蓄意颠覆。本委员会对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税收保护措施拥有管辖权，因此有责任采取行动，撤销免税地位，明确哪些活动符合或不符合免税条件，执行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律。谢谢主席先生的提问，我不得不说，其中一些是推测性的，因为已知的信息太少，而且辛格姆先生就像个很称职的毛氏共产主义者一样，努力隐藏他正在做的事情。而我们的非盈利部门让这变得很容易。但是有一些非常好的报道，特别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其中提到辛格姆先生花费了数亿美元，通过大量的团体试图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所有这些团体做着不同的事情，但他们做的一件事正是您所说的，他们都推行共产中国的宣传。正如《纽约时报》非常清楚地指出，他们都没有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注册。《纽约时报》也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您说的人民论坛，它既为美国各地多个问题的抗议活动进行培训，也组织这些活动。其他团体运营 YouTube 频道以接触年轻人，还有的运营假新闻网站，还有更多的团体会游说国会，运营3州研究所，一个马克思主义智库，并支持多个国家的候选人竞选公职。顺便说一句，他们不只是支持中国的共产政府，他们还支持其他敌对政权，例如与辛格姆有关的一个组织为朝鲜的残酷独裁政权进行宣传。辛格姆的妻子朱迪·埃文斯帮助运营 Code Pink， 他们的抗议活动以扰乱国会听证会而闻名。这显示了他们对美国的蔑视和对法治的蔑视。所以我认为这显然需要行政部门的多个部门进行额外调查。我赞扬你们在此进行的调查。我们看到一个类似的模式，就是外国实体不只是散布虚假新闻，而是资助伪装的美国独立免税组织，为这些与国家立场一致的宣传提供看似学术或慈善的伪装。鉴于您在追踪这些方面的背景，您如何应对这种将宣传洗白的危险？就是这些外国支持的虚假信息可以被清洗掉其来源。感谢众议员的提问。首先，我们需要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来识别，当宣传内容从敌对外国政权进入我们的美国非营利组织时，他们会被洗白，然后通过我们非营利系统的合法性被植入我们的社区。其次，从执法渠道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联邦政府目前是否有这样的机制，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基础设施能够识别这些风险。
NCRI， 我们组织可以识别这些风险，但是我们一旦发现了它们，然后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发现的是，敌对外国政权渐渐发现他们不再需要间谍了，基本上他们正在公开地利用我们自己的系统来对付我们。他们找到会为他们效劳的美国非营利组织，这些非营利组织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支持，他们的信息和他们组织的使命会被传播放大。所以这有点像一场完美的风暴。所以我确实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够超越政治，继续审视并认识到这可能发生在我们社区的任何非营利组织中。最后，我认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让这些社区保持强大的非营利组织应该继续存在。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非营利组织的？是19世纪吗？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这些外国政府开始对我们的非营利组织感兴趣了呢？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公立学校，还有我们社区的非营利组织。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复杂多层次的资金流动路径。资金起源于上海的辛格姆，先通过他的私人有限责任公司流转，然后转入捐款人建议基金。从那里，资金被赠予辛格姆自己控制的非营利组织。这些组织实际上充当通道，比如正义与教育基金和人民支持基金会。随后，这些资金再被分配给辛格姆网络中的其他团体，例如媒体机构突破新闻或者组织抗议活动的人民论坛，而后者组织的抗议活动已经出现暴力行为。当资金最终到达终端使用者时，最初捐款人的名字已经被剥离了3-4层。同时，捐款人建议基金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免税地位为整个运作提供了一层合法外衣。所以从取证调查的角度来看，使用一个大型机构作为中间人，其战略优势是什么？第一，通过捐款人建议基金进行多层嵌套，是否会让公众或者适当的监管机构几乎不可能将像人民论坛这样的激进团体的活动与住在上海的资助者联系起来呢？是的，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您知道，当你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一个合法的金融机构或者一个大型金融机构时，它会增加这个过程的合法性。所以，如果一个捐助者建议基金来自一个大型的主要赞助商，并且资金通过它流动，这会给它增加一层合法性，几乎不可能解开这些结构中存在的层层嵌套。我花了5年时间调查美国迄今为止发生的最大税务欺诈案，其中涉及全球各地的层层实体，这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来解开这一切，包括传票以及向外国发出的调查取证函，以获取信息。想要获取信息来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那些不良行为者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司法管辖区跳到另一个司法管辖区，资金通过不同的银行账户流动，就会失去原始的身份。这就是不良行为者这样做的全部目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对此没有答案。当这些情况浮出水面时，您需要进行调查并追查资金流向。在那种情况下，归根结底还是要追查资金流向。但是您知道，也许我们可以回到990表格，也许披露每年从捐助者建议基金收到资金的次数，以及从捐助者建议基金收到的总金额是多少，可能会给美国国税局一个警示，让他们重点关注那个慈善机构，从而进行额外的调查，看看是否存在真正的问题。再次强调，正如您在声明中提到的，慈善机构做了很多好事，我们不应该建立一个报告制度，阻碍慈善机构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但美国人民理应获得透明度，并且当他们向慈善机构捐款时，他们也应该有信心，相信这笔钱没有与不法资金混在一起，而是用于正途。谢谢。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像粉色代码或答案联盟这样的团体就是关键例子。他们在伊朗国家媒体的记录中反复出现，被列为美国的主要联系人。这并非巧合，这是一种持续的关系。他们前往伊朗会见政权官员，回来后，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数字宣传活动，鼓吹美国人需要解除制裁并退让。每次他们这样做，都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媒体曝光和更多的网络传播。这就是我之前说的，我们不再需要间谍了。这正在公开地利用我们自己的系统进行。美国人需要认识到，当他们看到这些在几个小时内发生的抗议活动时，
您提到了塞尔玛以及美国历史上其他非常重要的时刻，人们需要几天、几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弄清楚如何将10万人聚集到某个区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500人。但现在有了社交媒体，当你有这些为外国政权效劳的非营利组织时，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被动员起来，出现在某个地点。这会使紧急服务不堪重负。紧急服务并非只在应对这种类型的抗议者动员，他们预计抗议活动在1天中自然而缓慢地发展，而不是通过几个社交媒体账户只需轻触按钮就让1万人出现在某个地方。所以当您考虑国家安全威胁时，想象一下，一个外国敌对政权正在美国某个地方策划袭击。这些在不知情中为可能发生袭击的那一天效劳的非营利组织，将会部署所有这些团体去封锁桥梁、封锁医院、封锁关键基础设施。然后，如果发生袭击，那将是一种这个国家以前从未见过的不同类型的威胁。所以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超越政治，认识到这是一种数字洗钱操作，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动员美国人出现，并让他们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我们的国家现在四分五裂，人们彼此疏远。我发现了4个因素，我相信还有更多，但我发现了4个因素。第一，我们在国会有很多安全席位，你不可能输。你是共和党人，在共和党席位上你就会赢；民主党人在民主党席位上你也会赢。所以每个人都迎合自己的基本盘，因为他们唯一可能输的方式是在初选中落败，而初选中投票的人很少，很少有人在初选中投票，所以每个人都迎合自己的基本盘。这是造成我们分裂的一个大问题。第二，社交媒体奖励极端主义，你说的越疯狂，你说的越极端，你得到的点赞就越多，关注者就越多，你得到的小额捐款就越多，它奖励极端主义。第三，有线电视新闻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福克斯新闻，有400万观众。 MS 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有200万观众。美国有3亿5千万人口，但这些节目不是在销售新闻或教育我们，他们在销售娱乐，在回音室里提供内啡肽的刺激，他们传递的信息完全不同，进一步分裂了我们的国家。但最大的因素，也是今天这场听证会的目的，造成我们国家分裂的最大因素是我们的外国对手中国共产党、俄罗斯人、伊朗人、朝鲜人，他们正在利用我们的自由。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他们如何通过非营利组织来做到这一点，但也通过社交媒体，他们正在加剧我们国家的分裂。他们无法在经济上击败我们，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我们，所以他们想利用他们认为是我们最大弱点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多样性。他们利用你们今天在这里谈到的影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进步派和保守派的事情，在我们国家煽动异议。他们利用我们的社交媒体，他们发送不同的信息，他们抓住一些有一定道理的问题，比如黑命贵与警察的命也是命，或者福音派与跨性别者，或者以色列与哈马斯。他们向不同的群体传递不同的信息，他们煽动分裂，他们让我们都互相看着对方说，那些人怎么了？你们这些人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对立，这是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对抗那些试图让我们彼此分裂的外国对手。我们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跨党派合作，就像我们需要我们委员会跨党派合作一样，共同努力击败那些正在利用我们的自由、利用我们的社交媒体、利用我们的非营利组织来试图分裂我们国家的外国对手。那么我们何不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携手合作，共同保护美国，抵御那些试图利用我们的多样性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外国对手？我们应该开始合作，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在争来争去，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让我们携手合作，真正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主席先生，我放弃我的发言时间，并感谢您举行这次听证会。我希望您能促使我们委员会共同努力，真正找到一些共同点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那些试图分裂我们国家的外国对手的侵害，并停止让其他人试图把这变成一个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政治问题。